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的頭條焦點先來關心，美軍又偷襲伊朗了，這一回呢還威脅會炸毀阿曼，讓中東的盟友現在對美國可以說是集體的心寒吶。革命衛隊在此刻也放話要打造侵略者的墳場，同時革命衛隊祭出了最新的報復性動作。等一下這些議題我們會在節目上一起來做關心。先歡迎到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記得先幫我們的影片看到之後先按讚，並且呢在留言區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可以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來個別針對觀眾朋友，如果特別留言的話來做回復。看到熱推薦也請記得幫我們按下熱推。今天在美伊上面的戰事，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看到，因為呢有了一個最新的進度，中東火藥庫難道再次的被美國給點燃了嗎？我們知道啊，美軍日前才說呢，他針對於伊朗南部實施的這一次的最新打擊，他說這個叫做一個自衛性的打擊，強調說我們雖然做了打擊，但是美伊停火暫停的停火還是有效的，目標還是持續的鎖定靠近荷姆茲海峽周邊的軍事設施。但今天早上我們看到伊朗方面有了最新消息傳出來，革命衛隊稱，為了報復阿巴斯港機場附近的襲擊的事件，已經正式的對美國的空軍基地發動了打擊。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除了針對美軍基地之外，同時伊朗也說了，現在更向4艘試圖穿越荷姆茲海峽的船只正式的開火了。兩大動作是在今天早上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好，另外在美軍在這個行動不久之後，除了剛剛的2項的這個軍事打擊之外，我們來看到的是，在伊朗的南部的地區，南部的戰略港市，這個是阿布斯港，又接連傳出了多起的爆炸聲響，而且至少有3到4次的爆炸聲響。防空系統一度是啟動，目擊者說他有聽到戰機在空中當時飛行的非常的大聲，而且呢還疑似有聽到地對空飛彈發射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聲音。而革命衛隊其實他們的領袖非常的火大，高層也直接對美國喊話了，他說接下來從查巴哈一直到馬夏這些被美國攻擊的地方，都會接下來成為侵略者的墳場。這話說得非常的重。那事實上，美國官員才證實的，美國在昨天晚上再次的對伊朗發動了這一起攻擊，已經讓國際油價因此反彈了3%以上。而在中東國家，包括了這個科威特的軍方，也趕緊來啟動應變了。因應的就是敵對的飛彈跟無人機在這個地區所造成的威脅。那麼他們說已經啟動了防空系統，防的就是飛彈還有無人機。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厲將軍怎麼看了現在伊朗的各種動作，不管是美國的軍事基地對於海峽再次的開火，還有公開威脅港口城市全面的軍事化，代表伊朗會進入另外一個升級的打擊模式的意思嗎？那厲將軍怎麼看？美伊雙方雖然說現在正在舉行所謂和平的會談，也雙方也開出了很多彼此互相這個條件也開出來，但是軍事方面來講的話，我們現在看到美伊雙方卻是零星的交火不斷。那事實上，這個在這次打擊之前，大概在前天，美軍已經對伊朗的海邊實施第一次的打擊。那次美國自己宣稱是做一種這個防禦性的攻擊哈，這個軍事上面好像沒有這種詞語，你是防禦還是攻擊了，對不對？那按照美國日面上面的解釋，他是發現說是伊朗的部隊哈，這個無人機已經準備發射出去了，所以說在這種狀況下，他認為說伊朗會對他基地發動攻擊，所以他先發制人，對這些無人機實施攻擊。但是在這過程之中哈，他自己被擊落了一架MQ-9的無人機，所以如果說是就金額來講的話，我覺得美軍損失會比伊朗要大。伊朗大概損失了幾架無人機啊，好像4架無人機吧。然後但是美軍自己損失的是一輛MQ-9，但是沒想到在這個昨天的時候又發生第2次類似這種情形哦，這個美軍又對阿巴斯港實施攻擊，但這次來講，伊朗在剛剛最新的訊息來講，立刻實施報復。那之前它是屬於防衛性的一個動作，但是這次他又主動攻擊，他又用無人機這個攻擊美國在科威特的基地空軍基地。那這次美軍用愛國者
導彈來做攔截。那從價格來看的話，這個美國這是又吃虧了。你愛國者去攔截這幾架的無人機，那是不是很明顯的又吃虧？可是你不攔截又被打到。對，所以我覺得美伊雙方當然高層來講的話，政治層面方面，雙方雖然說現在進入一種談判的程序了，可是就軍事上面來講的話，雙方是完全沒有彼此互相信任的基礎。只要對方稍微有一點動作他就會這個立刻繃緊神經，甚至於草木皆兵立刻這個立刻用軍事動作不管是實施攻擊或者反擊或者是防禦。所以從這幾次的攻擊看出來，美伊雙方在軍事上面是完全沒有信心，那你也不相信我不會攻擊你，我也不相信你不会打我，所以軍事上面交火不斷。可是我認為說是這個，如果說持續交火不斷的話，那當然這個戰火如果說一不小心這個擦槍走火，這個野火燎原的話，那軍事的動作會更大。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美軍來講，它的這種2艘的航母戰鬥群原來以前在這邊的林肯號航母戰鬥群，還有迪里波里號的2棲攻擊艦，最近聽說又要去1艘這個布希號航母戰鬥群，有5萬個美軍的大軍駐守在這個地方，包括海空軍。但是這種狀況之下，美軍是很難撤軍的，你部隊就撤不了，離不開。那這個當然伊朗這時候有地理之優勢，他特別講說用查巴哈到馬夏這個地方，會成為侵略者的墳場。查巴哈跟馬夏在什麼地方？它是在伊朗的這種南部也就是這個荷姆茲海峽南邊的海岸的2個城市，一個是在伊朗的最東端，一個在西端。也就是說，它沿着海岸線這一線來講的話，它會在這邊構築它的防禦陣地。當然，這些防禦的工事，我相信包括到地面的防禦工事包括到海空的防禦工事。那我們看到這次這個 MQ-9死神無人機又墜毀1架，之前就已經這個被伊朗擊毀24架，那這一架來講應該是第25架無人機被擊毀。那我們不禁要懷疑，以伊朗來講的話，它現在可以說是毫無空軍的力量，因為它幾乎沒有空軍的戰力戰機幾乎有啦，但是都是老舊型的空軍包括到這個 F4U04 戰機 F15那種這個 F14 的這種老舊型的熊貓戰機那都已經是30-40年代以前的戰機。那當然地空的中長程導彈它都沒有，它現在唯一有的這種防空武器，大概就是短程的箭射型的防空武器，有他自己研發的，也有俄羅斯給他的柳樹型。那當然傳說中也有中国給他的紅鷹箭射型的這個彈道飛彈。但是為什麼光靠這些短程的這個防空武器它就可以獲取制空上面一定的這個戰果這確實是值得我們學習軍事的人去研究的。因為如果說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它對抗的是這個世界制空的強權美軍居然到目前為止，如果說之前說42架，今天加這一架的話，等於43架的戰機已經被擊毀了。那伊朗憑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如果說美軍在伊朗方面就沒有辦法100%取得制空的優勢，那後續來講的話，它不太可能在這場戰爭之中可以獲得戰場上的一個勝利。好，在這一場的戰事當中，這種各種小波的攻勢當中，可以看出美伊之間的互不信任。還有呢，確實現在對於美軍來說壓力非常的大，因為都是這一些剛剛將軍幫我們提到的這些高價的武器被打下來，包括了多架、數十架的 MQ-9死神無人機等等。那在此刻，我們也看到，其實呢，中東的海灣國家現在對於美國的信任度也在快速的下降當中。尤其我們要特別來看到，是因為川普呢這一次喊話的對象竟然是阿曼，一向都是在這個處理美伊斡旋的一個角色，而且跟美國過去的關係是良好的阿曼沒有想到川普在此刻發出了一個警告，他說呢，要求阿曼不要去介入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否則話說得很重，他說就會被美國給炸毀。這話一出，當然了，這些海灣國家聽在耳裡更是緊張了。但是呢，在此刻，竟然我們看到川普還是繼續的推動
亞伯拉罕協議，要希望這一些中東國家跟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當然了，這些國家立刻做出了反應，包括了巴基斯坦拒絕之外，沙烏地阿拉伯也是說呢，除非巴勒斯坦建國，要不然他也不願意加入。所以看到整個阿拉伯國家的態度都開始出現了明顯的鬆動。接下來海灣國家還會願意綁定美國的這些軍事基地啊什麼的在他們當地嗎？還是會開始向中國大陸來靠攏？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海灣國家在產生變化，這是一個很根本的一個問題啊。過去是海灣國家的遜尼派跟什葉派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有宗派之間的仇恨跟鬥爭啊。所以對於海灣國家來說，他們對於伊朗是恐懼的，是畏懼的，所以他們需要美國提供給他們一個安全保障。那他們怎麼樣讓美國願意提供給他們安全保障？他們當然就付出很高的代價，向美國購買龐大的軍事武器裝備，然後讓美國在他們的國家內設有很龐大的軍事基地。這個好像跟台灣很像，就是設有很龐大的軍事基地在裡面，讓美國駐紮在那個地方。然後再加上他們在石油上，他們跟美元掛鈎，來幫助美元國際化。所以他們等於是付出龐大的代價，來換取美國對他們的安全承諾、安全保障。結果在這一次的這個美伊的開戰中，也就是說，美國發動了對伊朗的不正義之戰，在國際上是被譴責的，在聯合國上是違反國際法的，所以它事實上是孤立的。也就是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在全世界，美國跟以色列是被批判的，包括美國的盟國、傳統的盟國、歐洲的所有的國家都不敢跟美國站隊。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我們看到海灣國家。因為在過去讓美國在那個地方設軍事基地，讓美軍駐紮，讓美軍可以使用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對伊朗進行攻擊，而他們招來了殺身之禍。他們招來了殺身之禍，因為伊朗完全有正當性。為什麼？因為按照戰爭法的規定，你可以對源頭進行打擊。也就是說，當美國使用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攻打伊朗的時候，伊朗就順理成章可以對於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美軍的軍事基地進行攻擊，而且也可以提供給美國的這一些援助的國家進行攻擊。是，所以這樣的情形使這些海灣國家，特別是這個阿聯酋，它本身受到的攻擊是最激烈的，受到的傷害是最激烈的。但是不管從卡達、巴林、科威特、阿聯酋，甚至沙特阿拉伯這5個國家，他們竟然發現，美國非但沒有保護他們，沒有提供他們安全的維護，美國把主要的力量用在保護以色列。那這個對於他們來說的話，他們覺得很錯愕。也就是說，我提供這麼多的錢，提供這麼多的犧牲，我甚至我用我的美元跟你，我用我的石油跟你美元掛鈎。結果我完全換不來你對我的安全保障，結果我反而遭到這樣的一個攻擊。那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當然想法在改變了。這個在戰爭的過程中都已經產生了激烈的變化。第二個就是大陸成功的把什葉派跟遜尼派的磨合，也就是減少他們的矛盾跟衝擊跟過去的仇恨。所以當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握手的時候，其實很多海灣國家，除了阿聯酋以外，少數的國家，絕大部分的國家都緩和了跟伊朗之間的關係。所以他們對美國的安全的需求跟保護也沒那麼高了。這樣子一個相互疊加下來的話，你想是不是產生了質的變化了？所以卡達率先的說，戰後他們在考慮是不是讓美國重返卡達。卡達如果這樣做，那阿聯酋如果也這樣做的話，伊朗在美軍在海灣國家能夠在使用的軍事基地就變很少了。可是問題就在於海灣國家，那它的武器裝備怎麼辦？過去使用的都是美式的武器裝備，跟少部分的歐洲的軍事裝備。那未來很有可能會採用巴基斯坦的模式，也就是海灣國家出錢，向中國大陸買武器裝備，交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訓練出他們的軍隊來幫他們的
成為他們的傭兵來保護他們的國家，這不是就是三全其美的一個做法嗎？對美國反而是最不利的。好，我們看到這一場戰事，現在呢也因為現在看到整個地缘政治的變化，海灣國家對於美國的態度已經開始出現了非常明顯的一個轉變哦，是為求自保，他們已經開始改變自己原本的這個態度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對於川普的不信任度，除了來自於海灣國家之外，包括美國自己的人民也非常的不信任川普，而且呢，最新的民調，美國的社會整體是非常厭戰的，不管是多家媒體。现在看出來的民調都是顯示如此哦。我們先來看到最新的一個民調是福斯新聞，他說60%的民眾支持限期，趕快結束這一場戰事吧。然後呢，《紐約時報》有一半的人主張立刻停火，華郵65%說不信任美國有能力可以阻止伊朗擁核這件事情，只有22%認為戰爭可以摧毀伊朗的核計劃。英國學者也說呢，現在美國進入了麻煩期哦，短期戰爭的謬誤當中。以為說靠着這一些高科技AI 的火力可以快速的解決這場戰爭，結果現在自己難以抽身了。聶老師怎麼看 ？OK， 我覺得短期戰爭啊，這個 short run 的這個 war， 他認為這個謬誤呢，原因產生只有一個啦。川普這個人，他的狂妄、自信、自大，然後沒有周密嚴密的一個事前計劃嘛。我覺得這就是他的謬誤啊。其實當時他在要攻的時候。那個五角大廈都不認為現在該攻，因為你還沒有完整計劃你就攻了。川普只是用他過去1987年裡面書所寫的攻擊再攻擊。當我要你投降，我跟你在談判桌上談的4個東西，你竟然好像每一個都不想答應，我就先打你，打到嚇到你以後，你就會接受啦。他以為這樣一下就打倒了，那時候還喊最多4天。請問現在已經幾天了？快近100天了嘞，已經90天了。我先一個重點，當時4個重點是什麼東西呢？他幾乎都沒拿到。你知道，今天其實有一個訊息說，他們要簽一個和平協議，是一個臨時的和平協議的草案的暫定版，臨時哦，又草案哦，又暫定。請問你覺得他們結束了嗎？之前講說已經達到95%可能和談了。我跟你講，現在已經不叫戰爭，就是和談，到底要不要談？我覺得談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就在，因為伊朗知道美國你這個川普是不可信。我們所提的東西，包括第一個，你不要再打我們。川普可以說我不打了，可是我要國際保證，西方世界盟友都要保證。你知道，他也去游說了歐洲國家。我跟你講啊，他們不相信川普，因為講了川普講，將來還是會打我。你看這幾天不是一樣嗎？他沒有辦法簽下去啊，不是伊朗的問題，是川普的個性讓他們不敢簽。第2、第3、第4都跟錢有關嘛，不管是經濟的制裁的鬆綁，或者是這個資產的解凍，有沒有？當然這有可能資產解凍，那經濟美國也不會把它鬆綁。最後一個就是要賠償，當然這個讓川普非常火了哈。那不管怎麼說，所以伊朗不能讓，他就不讓嘛。可是美國呢，消耗戰這不對稱打得這麼嚴重，他不能不讓，他必須讓啊。那這時候川普怎麼辦？他必須找下台階。川普就也很可憐啊。大家問他說：“你在不在乎期中選舉？”我不在乎。我跟你講啊。感情事件最敏感的事件，當你很喜歡一個女的時候，你在不在她的心裡？我根本不在乎，心裡每天都在想，很在乎，你知道嗎？越說不在乎，越在乎。這此地無銀三百兩，他很在乎。現在問題就來了，說他怎麼辦？剛剛講到出現謬誤，現在有很多人在形容他已經出現2個最大的致命傷。哪2個致命錯誤？第一個就是事前他未獲民眾支持，就做了一個所謂缺乏攻擊的明確事由就攻了，這個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第2個呢是缺乏清晰的退場計劃。現在他無法退場，他又要面子又要裡子，這個問題大了。他只能用他過去的幾招，怎麼說呢？不認錯，死不認錯嘛，永不認輸。他只能這樣啊。他有幾招可以用，全部推給前總統。這些時候累積的都是以前總統造成的，諸如此類。或者他反正就是避重就輕，他永遠說：“哎呀，我沒有輸，你知道嗎？”他輸了也說：“哎呀，我讓只是因為什麼某原因啊，為了怎麼樣。”然後呢，他耗不起的，他絕對不講。最後一個呢，他一定會一直強調，你看伊朗還是被我打到很多地方啊，打這麼一個穿着皮鞋，原來財大氣粗的，只不過攻擊了人家部分地方，當然對方這損失慘重，你就一直拿人家損失慘重來給自己家下台階，這是他可憐的地方。因此大家明眼都看清楚，川普現在要下台還蠻可憐的，他還面臨到了現在荷蘭海峽造成的石油的問題，產生通膨的問題，產生經濟的下跌，其中選舉，你覺得他在不在乎？他心裡很在乎，表面說我不在乎 ，I don't care。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
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中美科技戰今天帶觀眾朋友來關心到是 AI 的霸權易主嗎？今天會來關心到是阿里的這款 Q1 3.7 Max 正式的超越了 GPT 還有 Gemini， 殺進了全球的頂尖的模型當中。那麼另外一方面，等一下也會來關心到是騰訊的晶片則是擊敗了輝達，西方科技護城河難道會出問題嗎？歡迎觀眾朋友等一下在留言區來留言。如果您認為說未來 AI 的霸權已經易主了，可能由中國大陸追上美國，甚至超越美國，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答案是反之的，美國還會持續的維持領先的話，留言區寫2，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好，今天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包括第一個，如果 Q1 的3.7 Max 真的在程式當中超越 GPT 跟 Gemini 的話，甚至進入全球第1梯隊，這代表中國大陸 AI 在核心上已經追平美國了嗎？是第一個問題，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第二個事情，如果中國的晶片真的能夠超越NVIDIA、Intel、AMD 等大厂，代表這個算力結構已經出現了一個關鍵的變化嗎？最後我們也會來關心到的是 AI 可以長時間自主寫程式，代表 AI 已經開始主導戰場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趕快來看到這個是最新的消息，其實呢可以說是震撼了業界 AI 圈，因為阿里巴巴推出的一個最新模型，這一款叫做 Q1 3.7 Max， 在程式的設計權威平台評測當中傳出呢，這個成績達到非常好，現在來到第4名，而且是超越 GPT 跟 Gemini 的，奪下了全球第4，而且是非 Cloud 系模型的第1名，代表大陸自制自研的 AI 現在正式殺入了 AI 的重要皇冠的賽道當中，而寫程式的能力也備受看重哦。這當中我們來看到歐文也做了一些比較艰巨的任務，當中包括訓練俄羅斯方塊的 AI， 結果我们來看到這個訓練打敗了誰呢？包括打敗了 GPT 還有 Opus 等等哦。成本重點來了，成本非常的低，只有1.32美元，可是性能是大幅提升36%的。重點是它可以自主的工作，而且連續的工作長達35小時的時間。再來就是它的推理速度更是一口氣暴增了，達到10倍。我們來看到來自於史丹佛大學的教授，AI 指數早就已經示警說，美國僅以2.7%的這個實力，微幅的領先中國大陸而已。剛剛說了嘛，我們還要關心的就是這一款騰訊它所推出的自研晶片滄海 V2，在莫斯科大學的硬體編碼的這個比賽當中，竟然是擊敗了西方的 AMD、NVIDIA 跟 Intel 等大廠，部分的指標甚至大幅領先，達到了30%以上。而且呢，這款晶片已經正式的進入了量產，預計今年下半年就會提供一個全面性的服務。要來看到這一場中美之間的這個科技大戰，尤其在 AI 領域，剛剛講阿里的這個 Q1 超越 GPT、Gemini， 老師怎麼解讀？ OK， 我這樣講好了，我們活過了歲月哈，大家經歷過.com 的那個年代，1990年代 Net 出現了，然後呢，後來呢 Net 可以到處連接，變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網際網絡。好，再來呢出現了所謂的Internet 以後 Internet of Things， 最後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us Internet of Everything AIoE 啊，所有東西萬物相連，出現了這個我們叫做 CPS 什麼 Cyber 這個 Physical System。那時候我有一些演講講過這個，那是在7、8年前。你知道這個東西很快就變成了，好像就變成舊故事。在2年前出現了一個可以讓你腦動作的叫做 ChatGPT。這個出現，當黃勳這個皮衣男也出現了，讓大家都知道，哇，你知道跟他有關，太厲害了，全世界變了，腦可以動作，可以自主動作，不過他還是回應你的問題，他不是自主的哦，他可以回應，可以解答，他可以協助你很多東西，還不夠，現在更可怕，自主編碼出現了，這圖片不得了，各位去注意一下，最近啊，這個事情不能再推了，這世界要毀滅了。我怎麼講呢？因為最近最厲害的就是你剛剛講到 Q1 3.7， 那需要花時間去講，它幾乎超過了 ChatGPT， 超過 Gemini， 但它很難超過 Anthropic 的什麼東西、Cloud Method。那 Cloud 裡面的 Opus 啊，4.6、4.7，大家都還贏它了。它現在只輸 Cloud， 只輸這個 Anthropic Cloud，你相不相信？
它很厲害。當然，也就是說，在程式編碼又變得更深等級，它是自主編程哦。最厲害的，我先形容一下哈，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這個我們講這 Anthropic 的這個所謂的 Cloud Meter， 它是一種很神話型的，它可以自動偵測你的軟體漏洞。回溯15、20年，它在很短時間把你 IBM 20多年前的問題找出来，還去解決。然後當你很多的軟體前面這問題全部解決，它這麼厲害的可以自動監測它的漏洞識別，然後去最後就修補 diagram， 然後就 remedy， 所以去解救很多東西。這問題在哪裡？如果駭客抓到了，請問現在任何銀行你的所有的情資，你不是全部都可以解破？我告訴你，只要有駭客拿到，你們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厲害的壞人拿走。這已經太厲害了。所以 Cloud 這個 Meter 現在在被限制，我覺得有點像到1996年当 Clinton 宣布你知道的陶丽羊啊，出生了从 A、B 两個羊，再用這個精子卵子在 C 羊裡面生下了另外一個羊，長得一模一樣，複製羊的時候就宣布不能有複製人，你可以複製猴，複製全世界都複製，不能複製，這是世界的恐怖。一樣這個問題來了，可是你知道，不管怎麼說，大家在比這個世界的未來，你知道中國就是不輸人啊，輸人不輸陣。阿里巴巴它的旗艦 model 呢 ，Qwen 3.7， 看你程式編碼來，他也來搞這一套，沒有想到他很快可以35小時自主工作哦，而且可以自主編碼、牽制工具調用，然後最後呢，你剛剛講那個重點，我們講 CP 值，分母 cost down 好便宜嘛，$1.32。我們它的性能哦 ，performance 哦，卻提升57%、56%、56、57%。哎，請問一下，這樣的工具就像那個當時這個 DeepSeek 啊。出現ChatGPT 出現 DeepSeek， 大家就去用嘛，因為它便宜。這個原因，它一出來，你覺得怎麼辦？就是馬上會讓全世界西方的國家又嚇到。所以大家就講，哦，中國什麼東西都可以做出來。當然，它有可能就是美國先有了第一個，有了 model， 你要學習是比較快了。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再跳到比他前面。我就看到中國大部分是這種做法。那不管怎麼說，中國這些一個一個的又出來，讓全世界知道 AI 的競賽，中國不會輸美國，就這麼清楚。你不管你今天說轉個頭，之前黃仁勳講轉個頭就看到中國在後面跑了，我告訴你，美國已經跑累了，他體能還很強哎。我告訴你，你跑位到最後他馬上就衝過了，這就是你看張雪機車啊，在這個歐洲的賽道一樣，到最後啪就衝過了第一名，就這樣的精神。好，同樣問題也特別請教賴老師，這是大陸 AI 的這個逆襲嘛？另外剛剛提到的這款晶片是騰訊的滄海 V2， 而且說它擊敗了 AMD 啊、輝達等等，老師又怎麼看？這是硬體了哈。我們看到基本上來講，剛剛這個聶教授他所提到，我們一般是分3個層次來 PK 嘛啊。那原本大家都認為說，美國在基礎這個領域，在底層這個部分比較強，中國在商務應用方面比較強，所以各有各的強勢。現在的問題是在於，美國在商務應用這個部分的成本太高，那你只要成本高，你的費用就高，費用高，你的市場的很快的這種撒出去的速度就會慢，而中國大陸的費用這麼便宜的話，它撒出去的速度就會很快。那你想，如果說在這個層次的比較來講的話，美國要怎麼去追中國大陸？也就是我可以便宜到你做不到的地步。那你美國未來訂閱戶，你就是變成企業少數人在訂閱，而廣大人他會考慮，我為什麼要付那麼高的價錢去用你的這個 GPT？ 我為什麼不用這個便宜的？那一樣的功能，甚至功能更好，我為什麼不買便宜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在競爭這個部分，美國已經失去優勢了。另外，在底層建築這個部分，大陸前一段時間我們在上禮拜也討論這個節目也討論過，它已經繞開了底層了。對。那這個部分裡面，等於是你美國的所有的優勢都不見了。好，那接着那就是硬體了。也本身也就是黃仁勳最自以為好的，就是說我的東西是好的嘛，英偉達的東西是好的。可是問題是在於，連華為都告訴你說，我可以趕上你。那當你硬件這個部分被證明說騰訊都贏你的情形下的時候，當然黃仁勳的東西賣不進去中國。當你的產品賣不進去中國，你失去了一個大的市場，而中國大陸開始可以進入量產的一個階段，而開始反賣到國外去的時候，它變成是跟你是競爭者了。過去你幾乎沒有競爭者，現在你不但賣不進去中國的市場，中國的產品可以跟你對抗，那你在這個部分你的優勢在哪裡？所以我個人認為，美國的在晶片硬體部分的優勢也是在消失，而黃仁勳正在台灣準備要蓋一個4000多人的大廠。對，他要蓋4000多人的大廠，我第一個念頭想起來的是什麼？不是這個廠不夠新穎、不夠現代化、不夠好，
而是他要說要容納4000個人。他說我要把4000個頂尖的人吸納進來，誰供應？我們一個大學，我們就講說台灣前3名大學，一個是這個台科大，因為要講科技工程訓練的話，台科大、台大、清大，你每個系每一年只培養幾個人？不到，每一個學校不超過100個人，那你能培養多少人？研究所不超過50個人，所以你的數量根本不夠嘛。而中國大陸學理工科的學生的總和數量之大，規模之大，基礎之大，更何況這個所有的 AI， 大家都會告訴你說都是華人。60%以上到70%都是華人。那當中國大陸的規模越來越大的，它的待遇越來越高，吸引力越來越強的時候，原來在美國工作的人，他受到的待遇環境跟他認為他不受到公平的待遇的時候，他當然不願意在美國工作。在移動的3個層面來看的話，你在這條賽道上，美國怎麼可能贏中國？現在你說美國也沒有領先了，因為原來在3月前說我們領先2-3個月。可是現在是6月了，如果以3月的數據來推斷的話，你現在根本沒有領先了，所以並駕齊驅，接着那就是被中國大陸超越嘛。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場美中在 AI 的競賽，考驗的不只是在技術哦，還包括了 AI 的這個人才戰跟整體的資金哦。我們持續看到，所以呢，現在來自於英國的最高網絡情報首長，他也公開了示警，有關於未來的這個美中在 AI 的競賽。他說，西方現在維持對大陸科技優勢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甚至承認，中國已經成為科學還有呢科技的強權，而且在情報跟網絡軍事系統是具備高度成熟能力的。酈將軍同意嗎？我認為說，我又要講《孫子兵法》。孫子兵法有一句話叫做"行兵之極，至於無形"。用兵最高的階段就是讓人家看不出來你要怎麼樣來用兵哦。那如果說未來的 AI 能夠在某一方面取得壓倒式的優勢來講的話，當然它可以取代這個火力的競賽哈，達到所謂《孫子兵法》所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那這種話怎麼講呢？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跟各位做解釋。假如是說我們戰場上面，譬如說一盤棋局，我講的是象棋來講的話，那在戰場上面，你不可能看到對方這個每一步怎麼走，你根本就看不到。可能對方16顆子裡面，你可能只看到3顆、4顆，那還經過你的情報啊，包括你的衛星偵收到敵人的位置。可是光這幾顆子啊，你知道這幾顆子，你根本就不曉得敵人下一步，你的對手下一步會下哪一步。那甚至於你自己的16顆子，你都不見得很清楚它的位置。這叫什麼？這叫戰場之誤哈，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這時候就需要什麼？以前我們戰場上面是靠人腦來判斷，就是說，根據這幾顆子，我來研判哈，它的這個將可能在什麼地方，它的炮可能在什麼地方，它炮下一步可能會走什麼位置，那我要怎麼來因應哈？大概戰場上面類似這種情形。那當然，如果說能夠全盤看清楚，那當然我很清楚。而且不但如果說全盤能夠看到對方每一個子的位置，還可以精準的預測出來他下一步會走什麼地方。那當然你獲勝的幾率就非常之高。所以這就是 AI 的功能啦。在戰場上面，它可以協助指揮官做這方面的判斷，它可以很清楚的從這個情報從這個衛星、戰機偵察機所收，或者是說無線電機所收集到的相關這些情資研判出來情報，然後斷定出來下一步敵人可能會怎麼走，敵人的兵力部署會在什麼地方。那你自己這邊你也很清楚自己的兵力部署，你也很清楚自己應該做哪一段。這時候如果說借助 AI 的話，你就不用人腦去判斷，人腦去判断，那有時候憑良心講，只有些機運啊。我自己研究過很多的戰士，我覺得有時候戰場上的獲勝，有時候是有一些機運跟運氣在了，但戰場上你不能都靠機運跟運氣啊，對不對？你可能運氣不好，你就戰敗了。所以如果說有 AI 協助主官來做相關的判斷，可以提供他更精準的判斷，也更了解敵人的情形，然後將戰場之誤全部清除掉。我覺得如果在這方面你已經取得優勢來講的話，那對方如果說沒有這方面的協助，那當然就是能夠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這個作戰目的。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
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要來趕快看到的是中國大陸跟日本近期是狂拋售美債哦，尤其呢對於美債的購買，大陸的部分已經創下了18年的新低。同時也在去美元化正在加速當中，怎麼回事呢？另外，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美國內部的問題，尤其是在夏季的消費季要大降溫。現在專家也說，美國正式進入所謂的 K 型經濟會持續的擴大，同時會陷入內需的失速跟債務危機當中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是因為呢，美國的這個經濟的危機在夏季現在有可能擴大，而且 K 型社會正在逼近。來自於專家的說法，原因是因為呢，川普現在持續的推，也最高金額達到1660億美元的這個關稅退稅，確實是有把這些關稅退給一些企業跟消費者，被視為史上最大的一個刺激政策，金額是最多的。但是呢，現在一直在施行之下，可以看到效果正在逐漸的消退當中。來自於多位經濟學家跟零售高層，他們都示警了。雖然說拿到了這些錢，但是這個刺激效果現在看起來已經明顯的在降溫，消費動能他們特別提到了，在夏季的時候降幅會是最為明顯，而且是立刻放緩的。確實，我們來看到美國第3季的 GDP 有所下降，從這個已經來到了2.1%，是遠低於前一季的2.6%的降溫訊號。現在說逐漸的浮現出來了，而且呢，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個來自於路透社報道，有關於美國低收的入戶的這些人口。來自於你看紐約的這個聯準銀行的研究指出，低收的人口跟低教育跟育幼家庭，他們現在出現的問題就是糧食不安全的問題。也就是說，現在在美國的部分呢，我們看到這些富者，他們靠着这些股市啊資產不斷的擴大當中，但是這一些低收的人口，他們卻面臨連食物都沒得吃的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困境。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消費者信心在5月份可以看到已經出現了數字統計是大幅下滑，而且有70%民眾現在是在縮減開支當中的。尤其看到油價的部分受到的影響非常的大。2月底俄烏戰爭爆發前，全美汽油價格約是每加侖2.98美元，5月份已經來到了大部分是落在4.5美元以上。民眾對於未來的就業市場前景也非常的悲觀，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表示認為說工作機會是不充足的，認為工作機會充足的比例只有25%，這個數字還是3年以來的最低水準。民眾過得苦哈哈。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的是政治與現實出現了強烈的反差，尤其是川普政府在這邊白宮哦，即將就是川普的生日了，他在此刻呢規劃他的80歲的生日。要在白宮舉辦 UFC 的格鬥賽來慶生，現在預估出來了，花費會達到6000萬美元，換算新台幣是19億的新台幣哦，引爆了外界質疑有沒有必要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來看到這位是諾貝爾的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他就痛批了川普，並且他也拿普丁來做比喻。他說：“我們知道普丁用數十億財富自肥，但他並沒有直接從國庫拿走。但是他說呢，川普是直接最明顯腐敗的一個領袖，也不演了，直接就讓民眾看出來。節目一開始要請教聶老師怎麼看？尤其是這個夏季消費會不會失速？因為這些專家是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示警，還有美國 K 型化的社會是否導致明顯的階級跟生活分裂，聶老師怎麼看？好，先講一下，去年7月9日6月14號，這個你知道這個 One Man Show 啊，這個川普他喜歡秀，就開始來個大遊行，就大家就散步這樣，他在秀他的這個 muscle， 覺得他們的軍事實力夠強。這川普要表演，那他今年80歲了，大概他又要秀了，很快他的生日要到了。現在我要特別先在引用這個 Krugman 這個人講的話。Krugman 是誰？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請你去爬文一下。2008年唯一一個人得獎，很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2、3個人得的，他是一個人得。他為什麼會得？是在金融海嘯，他預估到很多事情。當然預估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虛了，我先不講這個，講 Krugman 當時覺得要解救啊金融海嘯，有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刺激內需。刺激內需這是什麼？這就是凱恩斯所講，他是凱恩斯的忠實信徒，因此2008年金融海嘯得諾貝爾獎 Krugman， 他有指標作用。他今天講了，他是最明顯腐敗的領袖。為什麼？你完全破壞了經濟學基石，我們學經濟都知道供需平衡。
你完全你有商人利益，商業跟經濟不完全 match 哦，經濟是基礎，商業是在base在經濟上所做的行為。他我講不好，你就以利益走他自己想要的東西，這違背了經濟學基石，因此他痛罵是最腐敗的領袖，所以他搞亂了很多金融市場的東西，包括你看你這樣移動，你感覺好像要把美國做偉大 ，GDP 越弄越糟，2.6到2.1，好了也就算了，因為所謂的 GDP 的數字也不是多重要，因為它是 business cycle 嘛，我們叫做景氣循環，總會回來，总會下去。我現在重點講，我剛剛講到 K 型，這個 K 型在台灣也發生，這是非常明顯而且很嚴重的哦。K 型什麼意思啊？我们再強調一次，在這個科普 ，K 往上的就是現在 nowadays 最夯的科技 AI 科技，只要走上這條的都大賺財富，股市大增，你有錢了，財富有錢。可是另外一端，我跟你講，美國中西部很多農民啊，他並沒有那麼懂科技，他也不知道去追這個浪潮，他就是這一端，也就是他開始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財富縮水。那剛好川普就把世界搞亂，通膨上升。那你知道那個我們所有東西都應該要這個物價平整，所以你如果是實質財富，它更縮水，那這個慘了。我跟你講，這時候農民你知道，他好像感覺他生活有便利一些，因為很多的 AI 的 gadget 出現，對不對？他想 AI 科技的生活便利，可是他們現在慢慢會忍什麼財富縮水的經濟苦楚。我覺得現在我們講川普帶進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因此我覺得不久將來了，川普如果還繼續下去，我覺得他也就是剛講的，民眾會越來越不能接受他的做法，即便是原來你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要保護主義，要保護我們，要讓我們更好的接人，原來這麼喜歡，甚至他的粉絲可能都會跑掉了。因此，我覺得你說期中選舉就要到了，到底會怎麼樣？如果還是這樣的走下去，他機會應該不大了。好，那同樣的問題，李將軍有怎麼看？美國川普去年提出所謂的大而美法案，開始實施退稅，那平均退稅的金額是3500塊美金，可是這3500塊美金是平均，不是說每個人都有。可是如果說這個收入比較高的前1/3，它的金額大概獲得所有退稅的13%這麼多，是比較多的。那後半段的這種後半段的1/3，它平均退稅只有退稅金額的6%，很明顯嘛，就是說，因為我當初就是因為我的收入比較高，那我收入比較多哈，所以当然我退的錢就會比較多。那我收入比較少，我當然退的金額比較少。所以說，對於生活在這個中下階層的這些民眾來講的話，這些退稅的金額對他來講並不是很高的。那這是第一個哈。所以為什麼會有 K 型化，也就是如此。當然我有錢，我不在乎這個，那我拿這個錢會幹什麼？我退稅錢，我去買股票啊。對不對？我股票以後，那最近這段時間股票大漲，他收入更多哈。那當然，窮苦人家來講，他退稅的金額就本來就比較少。那他為了應付生活來講的話，他必須就要支出。我們再看第二個，我們看支出來講的話，美國事實上，今年這一年，尤其從年初到現在，其實從去年，因為它的關稅法案就造成國內的通貨的膨脹，因為大家很清楚嘛，就是所有關稅事實上最後都是回歸到美國自己消費者的身上，那稅率當然會增加。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因為伊朗戰爭的爆發，讓油價的暴漲。我舉一個很具體的數據跟各位講，美國我們總是要吃嘛，食物是最基本的。光食物來講的話，美國食品的這種通膨稅率就已經到達多少？已經到達6.1%哈，已經到達2.9%那麼多。那蔬菜水果是6.1%，為什麼蔬菜水果會特別多，比食品還多呢？因為水果一定是新鮮要送的，對，就我今天採地產了以後，我一定是這個在運送的過程之中，我一定要最快速度送到哈。那有些食物來講，譬如說米啊、麵粉啊這一類來講，它可能還可以這個放一段時間。那新鮮東西一定要立刻就送。那為什麼新鮮東西反而會比較漲比較高？因為牽涉到油的問題，你這個油價就上漲了嘛。尤其是最多這些通膨脹倒不是說是零售商他要去漲價，而是因為它運輸的過程，將這食物從產地送到消費者手上，這段運輸的過程之中才有的漲價。那逼的包括食品就漲了2.9%，蔬菜就漲了6.0%。所以說對於消費者來講，當初你發的那些退稅錢，我很快的慢慢就用完了。第二個就是美國來講，消費的習慣，我們都知道有一句話叫做早買早享受，這個晚買享折扣哈。這個當然美國人他沒有什麼儲蓄的習慣，所以一旦這個通貨膨脹，一遇到通貨膨脹，
或者是這個油價上漲來講的話，對他來講，生活馬上就會面臨很大的負擔，因為他之前沒有別的儲蓄。那如果靠這個原來退稅的這些金額，很快這些退稅的紅利很快就這個用完了哈。那在這種，所以我認為說是夏季的消費慢慢就會失溫。那美國的 GDP 往往都是靠民眾去家庭去消費，你才有這個 GDP。當民眾消費力減弱來講的話，當然美國的 GDP 也會跟着下降。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前半段是這個美國自己內部的經濟狀況，還有整體的這個消費狀況，預計在今年夏天會出現比較明顯的一個放緩的趨勢哦。對於經濟的重擊，接下來還要再做持續的觀察。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把這格局再放大，因為呢，其實整體看哦，美國的赤字一直在不斷的放大當中。尤其刚剛我們上一段談到的是說，美國現在正在退稅嘛，退稅一部分又增加了美国的赤字。而現在美國面臨的問題就是它的國債本來就已經很高了，39兆美元，還要加上呢，每一年竟然這個利息高達了1兆美元，財政現在壓力非常非常的大之際呢，美國想要賣它的美債，但是我們看到這些重要的重點國家買美債的重點國家都開始拋售美債。首先看到的是日本，日本減持的美債資金477億美元，再來中國大陸降到了6523億美元，這個數字其實是2008年以來最低了。而其實從去年初開始，大陸持有的美債就已經暴減幅度高達了14%。現在要擔心的事情還有1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升破了4.61%，一旦突破了5%，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訊了。那光是3月份外資單月持減美債金額超過了1000億美元，難道現在這些國家也不再信任美債了？美國霸權受到影響嗎？賴老師怎麼解讀？當然受影響。巴菲特都提出警告了。巴菲特都認為美元很有可能會崩解啊，所以事實上各國都在做這種避險啊，尤其是大國。你想，中國大陸一個經濟體這麼大，人口數這麼的多啊，而且它的這個海外資產已經超過日本，這個對日本來講衝擊很大。日本的日幣成為避險貨幣都已經地位都動搖了，因為當中國的海外資產超過日本的時候，日本在過去它的日幣可以成為一個避險的這樣的一種地位，它本身就開始往外動搖的情形下，你想日幣一直在貶值，日幣怎麼去挽救它的貶值？當然它必須要介入，它的錢從哪裡來？從美國這邊來。那從美國這邊來，當然就開始在拋售美債。可是拋售到美國受不了了，所以您看到，當貝森特要去北京啊，去跟川普會合啊，去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他先到日本一趟。到日本一趟，他的目的在哪裡？就是告訴日本不要再賣了，你再賣我也受不了了。所以很明顯的就是，事實上對日本來講，他要救日幣，他要賣要在賣美國政府的公債。中國大陸是有計劃、有節奏的，一直在穩定的賣掉美國政府的公債。原因在哪裡？原因就是這是一本賬嘛，這本賬美國事實上政府破產的可能性很高。我們就拿2025年來看，2025年才剛去年嘛，那今年情況看起来更糟。可是去年對美國來講是好年啊，美國在去年的時候，它的稅收啊比過去還多5點多啊，就5點多萬億，5兆多美元。5兆2350億美元，這麼的多。可是你知道去年它的政府的財政赤字是1兆7000多億美元了。也就是說我的收支這麼的多，結果我的開銷更大。對。那這是發生在去年，今年又有戰爭，那它的開銷更大了。可是問題就在於美國政府的稅收每一年，您剛剛講的要支出1兆多美元。那因此美國政府要怎麼減少它的利息的支出？它必須仰賴的是聯準會的降息，可是現在的聯準會已經說降息跟升息是各半了。過去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升息的聲音，只有聽過降跟什麼時候降，降多少。現在已經告訴你說，我不但可能不降了，而且還可能會升息。原因在哪裡？失業率在增大，通貨膨脹沒有減少。那對於美國的聯準會來講，經濟過熱，要怎麼去剎車？怎麼可能再降息？當然要升息。一旦升息，那美國政府負債的就更大了。也就是說，美國政府的財政的缺口就會更大。那缺口更大來自於哪裡？醫療不能減，社會安全支出不能減，
債務的利息不減反增，再加上軍費開始又擴大，你說美國政府有沒有可能到今年或者明年陷入危機？那你如果是大國，你要不要做避險？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我們要持續關心的是軍事面哦，這個伊朗的無人機炸翻了中東之後，我們今天要來關心到的是大陸的武器哦，雷射武器，光劍21A 現在現身在阿聯的杜拜機場。現在要來看到是大陸的雷射武器領跑全球，那麼連美國都想要做類似於雷射的各種武器，所以他想要成立的這個是美國的雷射艦隊，但是到目前為止其實還只有藍圖而已。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在這一場中美伊之間的不對稱戰，大家也看到的是說，讓美軍跟海灣國家現在感到非常的頭痛。最大頭痛的點就是來自於這種低成本無人機的攻擊，所以呢，美國一直在想說，接下来如何應對這些低成本還有難防禦的新型武器呢？而最好的防禦武器，現在說了，就是今天我們要來探討的雷射武器。那目前最成熟的雷射武器，我們今天也會來看到，就是今天要來看到這2款大陸所研發的光劍系列的武器，主要當然了，就是要來應對無人機了。好，趕快看到哪2款？首先第一款是光劍11E，主要呢是這種軟杀傷的武器，能夠讓它癱瘓。然後呢，失去無人機的偵察、導航、定位的功能，而且它的優點是它的體積真的還是比較小的，所以呢，相對的它的機動性就會比較高。好，第2款武器就是光劍21A 了。這款武器的話，跟光劍11E 走的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它是硬殺的，在比較遠處的時候，它就能夠摧毀對方的無人機的。使用的是高能連續的雷射技術，重點是它呢可以是車載的移動式武器。所以它的機動性在空戰方面也是非常強的。目擊者說，曾經看到它在阿聯的杜拜國際機場有出現過，是不是當時就已經被中國大陸給買下來了呢？大家在做討論。而中東的另外一個國家，這個是沙烏地阿拉伯，同樣也跟大陸購買了今天要來特別看到的這一款，是一共是8套的，這個叫做極盡獵手，累積已經摧毀了在實戰當中110架胡塞組織的武裝無人機，攔截成功率高達95%，算是非常非常的高。20分鐘內可以連續擊落高達13架的無人機。雷射武器成為新的戰場潮流嗎？立將軍怎麼看？我講一個數據哈，這次伊朗戰爭，我們都知道美國有一個航母戰鬥群叫福特號航母戰鬥群。這福特號航母戰鬥群，除了說福特號自己本身的艦載機之外，它周邊還有它的伯克級的驅逐艦哈，還有它的巡洋艦在旁邊護衛。那這個整個福特號航母戰鬥群，它的垂發系統就是伯克級這些驅逐艦，總共垂發系統有800具這麼多。那它這個發射的戰斧型巡弋飛彈，總共是207發，207枚的戰斧型巡弋導彈，也就是說，它800具的發射系統裡面有只能用1/4在發射攻擊型的武器，那另外3/4的這個垂發系統在做什麼？裝的都是防務自己艦隊、軍艦自己本身的這種反導系統的導彈。所以你就知道，按照這種數據來看的話，當然我們這個我又要講《孫子兵法》哈，《孫子兵法》這個先求全軍，後求破敵，你一定要先保全自己的戰力，再想辦法去戰勝敵人。所以說，你看一艘軍艦來講，它會用到3/4的垂發系統放在這個反導系統的這種導彈上面，然後只用到1/4在做攻擊性的武器。那當然，這對這個軍艦來講的話，這個對於這種發射平台是非常的可惜，也非常浪費。可是你又不得不放很多的在這個反導系統，在這個垂發系統，你不能全部都放戰斧型巡弋導彈，那一架無人機來，你整個就再多都沒有用，就被摧毀了嘛啊！所以說，如果說是有這種雷射武器裝在軍艦上面的話，那你想想看，它是不是可以空出很多的垂發系統來裝戰斧型巡弋導彈，對它的攻擊力
攻擊力道就會比較強。那中國在這方面確實研究很久。我們剛剛講的，包括沙烏地阿拉伯買這個極近狩獵者，這已經是成熟的一種雷射武器。那時候沙特為什麼要買這個？因為胡塞經常用無人機小型的無人機去攻擊他的油田，他為了保護自己的油田，所以他就買這個极近狩獵者。但是這還是算舊款的，那就已經这個發揮很高的這種效能了哈，將胡塞的很多攻擊他油田的這種無人機摧毀掉。那現在來講，我們看到去年9·3閱兵的時候，這個解放軍有很多新型的雷射武器，那確實應該是已經成軍了，不然的話他不會在這個閱兵場合之中正式推展出來。其中最大的哈，我們看到有叫遼源1號，各位應該如果還有印象的話，那個遼源1號那個體積就很大，那可能是裝在軍艦上面。那陸地上面隨着車子機動的，就是光劍21等等這些雷射武器，當然可以取代很多的防空導彈。那最重要的，我覺得如果說你用短程的防空導彈來講的話，那成本是非常高的。可是用這個雷射系統的話，它的成本大概只有10塊錢美金左右，是非常便宜又非常好用的一種自衛型的防衛武器。好，這個將軍特別讓我們看到是中國大陸它的這個雷射武器的優勢跟它的戰力哦。那麼其實呢，包括了其他的國家看在眼裡，也同樣要發展這種雷射的防禦武器，包括了我們等一下會來看到美國、還有英國、還有以色列跟土耳其。這些國家也是同樣的全面投入，那到底表現得如何？我們也持續來看。以色列它是用它的鐵素的這個系統，成功攔截了哈馬斯真主黨的無人機，而且發射成本只有幾美元而已。再來看到美國了，積極的研發雷射武器。剛剛說了嘛，它還要打造這個是叫做雷射艦隊，能不能做得到還要再觀察。英國呢，預計2027它會服役4-5型的驅逐艦上面，可以擊中1公里外這種硬幣等級大小的目標，單次成本13美元。土耳其呢，同樣現在自主研發的叫做鋼鐵穹頂，整合多款國產的車載，還有固定式的雷達武器。賴老師怎麼看？過去雷射武器就是我們大陸叫激光啊，它可以用在比較高端的軍事武器的防衛功能上啊。例如說，包括對人造衛星的攻擊，這是當時雷根在星單計劃的時候，他就一直在思考的。用這個雷射武器去攻擊人造衛星、軍事衛星的一個功能，後來被認為說可以用來去攻擊這個戰機高速飛行的戰機，或者在高空飛行的這個戰機，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可以用來攻擊這個導彈尤其是超音速的導彈，能不能讓它的這個眼睛致盲，就是把它的這個偵測系統把它打掉。但是因為它需要非常龐大的電力也就是說它要去打很遠，然後要造成高溫去燃燒的話，它需要非常強大的電源。但是現在無人機成為在俄烏戰爭的主戰場中的一款武器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個雷射武器被用在近空的防禦中，成為一個主要的力量了。那這個部分裡面，它最主要的優點就在於它本身的發射的成本很低。它每一波的光速的發射成本，例如說英國的可以，英國算貴了還要13美元。可是，一般無人機的造價最便宜也要400美元，是貴一點可以到5萬美元。但是如果說你要頂規的，像美國的那種，那就是幾百萬的美元到上千萬的美元，那就甚至還要到1億的，那就更貴了。可是問題就是它碰到這種激光的時候，它的本身也要看它的電力跟它的雷射，還有它本身的每一次的發射的速度來看。但是在無人機的时代我們可以很確定的一件事情就是，雷射武器一定會成為一個主要的防禦性的武器。也可以說你可以把它說成是攻擊性的武器。可是我覺得除了雷射武器以外，電磁炮也會是一個主要的武器之一所以我們也看到大陸也在測試，美國也在測試各種電磁炮，因為電磁炮它的發射的成本更低，是它不需要很高度的彈頭或者是精密的彈頭，所以我個人認為武器一直在改變中。那雷射武器成為現在的主流主戰武器之一了。好，那雷射武器有優點，那缺點也有哪些呢？那聶老師又怎麼看？OK， 我覺得川普是後知後覺者，講不好聽一點，他覺得他軍事能力很強，隨便就可以打倒對方。結果他發現丟500-600萬的愛國者飛彈去攔一個2萬塊的
這完全不對稱的這種無人機，他受不了了。他現在才開始說要打造雷射艦隊，合理，本來就要用低成本，剛剛講的，可低成本沒有錯。我跟你講，它是便宜點，它有3大好處了。我這樣講，第一個你剛剛講小嘛，第二快嘛，第三個你可以有效攔截，但是小真的這麼小嗎？我跟你講，它背後需要很大的耗能。講不好，它耗能還有一些散熱問題，它旁邊就必須要有完備的電池，還有儲能。它現在全世界還沒有很微型化的這些東西，儲能還是很大。它小，它旁邊還是有很大的儲能，所以不是你想象這麼小，它還是有它的困難。你講的缺點啊，有正就有負。第二個呢，我們講快，你攻擊很快速，我跟你講不盡然了哈。為什麼講攻擊不一定快速？因為它是一個單次的這個接戰的，它很耗時。為什麼？它一次一個目標，都打一個目標，它轉另外一個目標，它第二次打，所以它雖然可以好像打得很快，速度快，但是它沒有辦法飽和打擊啊。他要一次一次打的哦，除非你要很多去这個完全這樣子整個天空去布局，我覺得這也不是你想象中的這麼的好啊。當然它可以達到有效攔截，可達到有效攔截又出現問題了。最嚴重問題就是環境的限制。我不管怎麼說呢，你知道天空會下雨，會有雲會下雪，甚至有些地方還有霧，有這個塵霾，有這個各種東西，你知道煙霧等等，都隨時可能會阻擋你這個雷射的效能，而使它降低效能。這是一個重點，就是它沒有辦法全天候攻擊。當哪一天這個天氣不好，到時候這個激光就出不了問題。這時候人家攻擊人怎麼辦？這個你就必須要有配套措施。最後還有一個，你也還要想到，當人家發現你有雷射攻擊，有這種激光攻擊我的時候，我呢，你要攻擊我的目標，我以後的無人機上面裝上一些涂抹反射涂层，你就打不到，你看不到，無法感应啊，你没有辦法侦测到，弄一些隔热层，或这些高度旋轉的，你就有可能防掉。所以我說，所有東西啊，一體兩面，有正就有負，有優點有 advantage 就有 disadvantage 就有負面。